伊朗打过来的飞弹不能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爱国者一枚要400万美金，太贵了。所以为什么 Dimona 那个城市没有拦到那个伊朗打过来那个海巴尔飞弹？一颗弹头就重200公斤，那个砸下来，我告诉你，它如果再加1倍，400公斤的弹头砸下来的话 ，Dimona 的很多民房都会塌掉。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的美军基地，伊朗很早就想打这个地方了，今天终于打到了。你知道打过去死了多少人吗？死了6个人，美国也吓一跳。在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伊朗的飞弹，现在狂轰以色列哦，特拉维夫被炸成了废墟，防空体系撑不住，还被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就被抛弃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说美伊正在谈判，但是今天要特别关注伊朗的军方完全是不同调的，他还喊说要自己到完全胜利才会停下来。强硬派的军方接下来接班之后，已经转向会对美国进行长期抗战的这一场消耗战了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最强的反击，一个晚上7波的飞弹狂轰特拉维夫海法，甚至出动了上百公斤的弹头落在它的市中心。现在以色列的累计伤亡175人。再加上以色列现在的舰3数量非常有限，防空还撑得住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以原本以为说，针对于伊朗可以发动快速的斩首行动，并且导致他们内乱之后就可以快速收场了。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到现在，伊朗变得更团结了。川普谈判可能限制以色列攻击，甚至逼以色列让步吗？会不会美国最后没办法，只好抛下以色列了？如果真的没有了美国，以色列还能继续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不是说了吗？美伊双方会进行和谈，但是现在伊朗的军方发言人随即非常强硬的表态，他会战斗到完全胜利为止。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是完全的不可能会让步的。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原本他的国安高层是拉尼贾尼，大家视他是这种务实派的一个关键人物，可以跟美国、可以跟以色列去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外交斡旋。但是这一回遭到了美以斩首之后，现在确认的事情是由革命卫队系统出身的这个强硬派人物佐加德他会完成接班，那么佐加德就会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更长期的一个消耗战，一个更强烈的鹰派的对抗。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就可以看到了。伊朗方面直接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发射它的导弹，打击在伊拉克这边的一个机场的美军驻地。再来就是释放出攻击美国邮轮，过去攻击美国邮轮的一个画面。所以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伊朗的军方，他说要打到完全胜利为止。并且他打算是要打到美国跟以色列让步，他才会停吗？再来关心到的就是拉尼贾尼这个务实派的人物被斩首之后，强硬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现在接任，那伊朗他接下来的战略目的又会是什么？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啊，如果研究金融的好朋友，只要把这个全球几个主要的这个证券市场的指数哦。跟川普的谈话内容哦，然后做一个时间表的对照，大家就发现中间应该有很多雷同之处，也有很多蹊跷之处。我刚才讲到了嘛，川普释出了几个利多的讯息之后，然后全球股市就好像那个被打鸡血一样，就立刻全面反弹了这个一阵子。可是呢，当伊朗军方出来说川普是自己在跟自己协商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我刚才看了一下美股哦，就是道琼今天的早盘立马先跌300点哦，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全球的股市永远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川普自说自话，可能就拉抬一下，然后呢，真相发现不是如此，所以又跌回去，就不断的在这样子这个来来回回跑来跑去哦。那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斩首。他们原本是引以为傲的，说第一天就把斩首掉了40几个，从这个哈米尼一路下来，排名40几个接班人可能的顺序都把它斩掉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 regime change 了。美国跟以色列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推翻掉现在伊朗的神权这个政治的体制，然后扶持一个亲美亲以色列的政权，就像
以色列现在还活在当年跟巴勒维王朝的这个水乳交融的这个历史记忆里了。他希望能够恢复到当年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当时没斩首就算了，你斩首完之后哦，你把哈米尼跟整个神权体制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人都变成了是殉教的烈士哦。所以他们的地位马上就改变了。就原本哈米尼在的时候，可能还有反对他的人，可是你把他斩首了，你叫谁去反谁呢？都没有哈米尼了，到底要推翻谁呢？然后呢，不但没有哈米尼了，下面一下被你杀掉了40几个。那么这些人所形成的这种悲愤的情绪，反而把整个伊朗团结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一下哦，就是不是西方媒体的这些视频哦，相对国际上比较公正的这些视频，比如 CNN 的这些视频，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德黑兰尽管在夜晚被轰炸的时候，在德黑兰的街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抗议示威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无惧于头上的炸弹一颗一颗的掉下来，他们就站在那里。大家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跟什么样的氛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和谈？然后拉尼贾尼也不是美国干的，就是以色列干的嘛，所以。当拉尼贾尼被暗杀的时候，美国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跟我无关，是以色列干的。然后以色列又想把美国拉下水，说这件事情我有告诉美国。很明显的，拉尼贾尼是本来伊朗对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跟管道，以色列就是不想协商跟和谈啊，所以把这个管道给猎杀掉了。他就摆明说看吧，看你这个川普要跟谁谈呢？拉尼贾尼已经被暗杀掉了，还剩下谁跟你谈？所以我刚才才讲说，这个以色列根本就不希望这个和谈产生。那对伊朗来讲，他全国的军民同胞都像刚才岳老师说的，要鱼死网破了，就跟这个以色列拼个你死我活了。更别提说他撑了20几天，他耗尽了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飞弹系统。现在眼看着就是他吃瓜收拾这个收获成果的时刻了。现在再过个这个7天8天，他射的飞弹恐怕以色列跟美国都没有任何的防空飞弹系统可以拦截了。他如愿的可以把以色列夷为平地了。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他要和谈，这有可能吗？他明明就可以消灭以色列了，这个是垂手可得的胜利，他有什么必要要和谈？他拼着德黑兰变成一片废墟了，他当然要以色列陪葬啊。好，确实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体在伊朗的民族情绪现在高涨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看到刚刚特别提到这一位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佐加德他接班之后，伊朗确实现在展开了新一波更大的一个攻势哦。那现在就是要看说有没有办法以色列能够守得住，但是答案看起来是似乎已经不行了。原因是我们看到就一个晚上而已，伊朗它进行了7波的飞弹攻击，直轰的就是特拉维夫、海法，还有100公斤的弹头砸到它的市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对比在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12日战争，这一次来做相比，这一次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它的防空系统几乎是失效了。那伤亡数字也带观众朋友稍微关心一下。伊朗这一波攻击4个地点，造成了6个人受伤，再加上先前针对他们的南部设施这个核设施附近做的攻击，一共是造成了175人伤亡。以色列自己也承认了，说现在他们手中的剑3不是无底洞，你要去拦截这些飞弹，这个数量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以色列怎么做呢？他就去求美国了，说我们要更多的拦截弹跟军备。重点是美国会继续愿意挺以色列到底吗？还是可能会抛弃以色列呢？那他的防空神话是不是可以说以色列已经被打破了？干哥怎么看？好，那最新的攻击一晚7波，它针对了特拉维夫啊、海法，这些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然后当然，它跟耶路撒冷在这几个城市都是齐名的。可是你知道前几天去攻击那个 Dimona 是什么地方？Dimona 就是以色列的核子研究所的所在地。讲穿了啦，他们的这个铀库存都在 Dimona 就对了啦。所以以色列很紧张啊，这个地方被打到了，总共有差不多快要175个人受伤啊。虽然没有一个人死掉，可见得伊朗是打得到的。光是打得到就很害怕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国防部就被问啊，对不对？准将阿查夫就出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箭式飞弹，箭3啊 ，Arrow 3，对，那属于要拦截那种从那个这个大气层外再飞回来的那种洲际弹道飞弹，那是高阶拦截系统，那不能用那个啊，用到那个就等于是把看家的宝都拿出来用了。
那现在你只能用铁穹跟什么大卫弹弓，也就是大卫投石所啊，以色列的3大的防空支柱。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爱国者。那爱国者呢，其实我跟你讲，被用的最多了。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想法，这个我自己产不出来的东西哈，我先留着。先用，先留着。我先用那个别人可以拿得到的东西，哪里美国可以给的，就是爱国者飞弹。但是爱国者飞弹在以色列的这个使用的那个记录里面，他们是最多的、最成熟的。那通常来讲的话，都是要2枚来1枚。现在他发现伊朗打过来的飞弹不能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爱国者1枚要400万美金，太贵了。所以为什么这次没有拦到 Dimona 没有那个城市没有拦到那个伊朗打过来那个海巴尔飞弹？那一个那海巴尔那个飞弹一颗弹头就重200公斤，那个砸下来，我告诉你，他如果再加1倍400公斤的弹头砸下来的话，那个 Dimona 的很多民房都会塌掉，你知道，就不是只有100多人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晓得说，伊朗的那个飞弹的射程还是有限的，因为技术所限。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昨天讲过嘛，它可以打到迪耶戈加西亚岛去4000公里了，但是弹头很小，为什么？弹头加大，它飞不到。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伊朗的导弹技术在进步当中，它不断在提升当中。那我们这次没有办法拿箭矢出来，所以我们终于有防空漏洞被人家打到了。那以后耶路撒冷也被打到怎么办？海法被打到怎么办？特拉维夫被打到怎么办？本古里昂机场已经差一点被命中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就是好像是昨天早上说在哪里？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北伊拉克有没有？美国有个基地打在伊拉克的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的美军基地。埃尔比勒机场是什么？就是跟库德族合作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伊拉克的库德族他在海珊政权在的时候被迫害得很惨嘛。美军一来，来，库德族是来，我跟你讲，我们一起成立共同基地。伊朗很早就想打这个地方了，今天终于打到了。你知道打过去死了多少人吗？死了6个人。虽然都是库德族民兵，可是美国也吓一跳啊！为什么？美国在这边没有防御系统啊？为什么？他相信伊朗打不到这边，我打到了。所以我刚刚讲这几个，你就会发现说，本来你打不到的，现在我都打得到了。我觉得都打得到的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伊朗它的报复的能力已经超出了美国跟以色列的评估之外，所以这些地方都打到，下一次要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就会更高昂，而不是现在只有几个人死亡而已了。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真的是要想说，你要让伊朗更大的报复吗？还是说要真的上谈判桌呢？川普，你不要再痴人说梦，要赶快做。好，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也都看到了伊朗现在一直打到现在28天为止，源源不绝的这个飞弹跟它的射程是越来越远。那所以他们其实也在思考说，当初是不是有误判这一场战略误判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呢，美国跟以色列当初想好的剧本是说，这场战争其实是可以快速结束的。首先，他们就是斩首伊朗的这个高层之后，伊朗就会内乱了。他们是预想这样子，然后就会结束这场战争。这个剧本是谁想的？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想的。然后呢，把这个想法传达给川普之后，川普就定案，就突袭了伊朗。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打到现在这个战争收不了尾了。然后还导致伊朗内部更团结，美军陷入长期的消耗战。现在美国如果要收手的话，以色列有办法自己有可能去抛下以色列了吗？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自己单独去面对伊朗？岳老师又怎么看？我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一点啊，就是说没有美国，以色列就是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伊朗啊，因为人数的话呢是它的8、9倍了，那个国土面积的话164万平方公里。大家知道，以色列才1.7万平方公里，连着他自己赚到的，合起来不是这个情况，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你问我的问题，讲说摩萨德有没有战略误判？我认为没有，摩萨德就是故意要讲一个非常好听的计划，让这个又笨又坏的川普直接跳进来，一跳进去就发觉哇，通通都是软沙子，一陷就不得了，美国陷进去了。所以美国现在，你现在坦白讲，
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伊朗就说明你走你要赔偿，你不走的话我们就打到底。为什么伊朗刚刚越打越准？人家都故意漏的。我就要告诉大家说，什么叫摩萨德？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当年1948年以色列成立的时候，从伊朗回来的犹太人就占了当时以色列人口的1/3。大家就知道，在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一听到以色列建国，通通爱国爱得不得了。这是为什么摩萨德的内奸这么厉害？因为他们在伊朗根本都看不出来。就像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就我们这样子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我自己在留学的时候就认得一个巴格达的犹太人，他讲阿拉伯文跟阿拉伯人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就深深的爱以色列，还回到以色列去当兵。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摩萨德厉害就是人了。像我们长这个样子，一跑到欧洲去当间谍，一眼就认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摩萨德情况就很不一样，他哪里都有。大陆的河南的犹太人也很爱以色列啊，这个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好，你第二个的话呢，就会问到说，那个川普会抛下以色列退场吗？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大家完全低估了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的影响力是全面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在反对的时候，为了什么，就是川普加沙走廊的事情的时候，美国所有的常春藤学校里面，哥伦比亚大学、MIT 大学还有哈佛大学的学生全部跑出来示威。纽约的犹太人就来了一辆车，把所有示威的学生照片一张张这样，然后说这些人永远不要在华尔街工作。你知道吗？你读常春藤的大学永远不能在华尔街工作，等于是还不清那个学贷啊！而且另外的话呢，3个学校校长他们就坚持把它换掉。这种力量的影响，这个还得了啊！我们现在一提到美国大学一抗议示威，台湾的那个总统都扫息立正的，那犹太人基本上的话呢做这种事情，所以川普会抛下以色列进场吗？他自己的女婿，他自己的女儿，他自己就基本上他都已经非常相信犹太人这一套，所以犹太人的这一套是我们真正该讨论的议题。但犹太人他不会有战略错误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像纳坦雅胡最近笑得好高兴，就我们准备了30-40年，就是要把美国拉下来对付伊朗，现在成功了，他已经成功一半了。而且我说一句良心话，现在特朗普被炸成这样子，伊朗现在全面团结，我告诉你，以色列80%以上人支持这场战争，全面团结。现在美国大分裂，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让我们的观众了解到这个问题严重到，人家2个原来要打了，美国现在没事干跑进去，美国历代的总统都不能打，他们都看得清楚，我们都是看得懂了，他看不懂，只有川普很笨，真的很笨。又傻乎乎的又坏，就进去了。我讲的真的就这个道理啊。中东情势了，现在仍然是战事一触即发吗？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以色列除了密谈川普之外，在美国方面，现在双航母接下来就会集结了，中东火药味逼近临界点。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就是纳坦雅胡跟川普了，他们秘密的2个人私底下谈了3个小时。这当中，纳坦雅胡要求川普对伊朗的态度要更强硬，川普则是警告说，现在的局势其实非常严重，如果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破局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来特别关注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不会自己去打伊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川普说的，除了林肯号之外，接下来布希号也会一起移向中东，双航母会在中东会师，那么携带60到75架的战机，空中战力预估会翻倍，攻击规模有多惊人，战力如何？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评估。最后今天也会一起来关心到，是川普在这当中秘密提供了6000台的新链给伊朗，说给的就是当地内部的意见人士，背后是要延续美国进攻伊朗的正当性，还是补救在1月份对于整个伊朗情势没有提供及时的援助的失误来做补救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刚刚讲的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次会面的地点，其实就是在白宫，时间是在2月11号。在这一天，他们密谈的时间高达了3个小时，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他们这次的见面其实异常的低调包括了说在媒体要做拍摄的时候被发现，纳坦雅胡甚至在密会结束之后是走侧门的，避开媒体，默默的离开会中。根据了解这个以色列方面要求
这个美国对伊朗要更强硬，但是川普并没有答应纳坦雅胡。川普只说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反核协议，他也说了，美国必须跟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接下来的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了，这一场美国跟这个纳坦雅胡密谈了3个小时，难道是在谈美伊的核谈判破局之后要进攻伊朗的计划吗？会不会接下来纳坦雅胡他要强出头来打伊朗？美国根本拦不住他，会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美伊第一轮的会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谈判内容大概美国要求伊朗的不外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叫伊朗来讲的话，他要取消他的核武的这种设施跟研发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限制他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三个就是伊朗不可以再对他周边的这些小弟哈，就是胡塞啦、哈马斯啦、黎巴嫩真主党哈，提供这个继续提供这些武装资源。那我们就3点来看的话。第一点，浓缩铀的部分，我觉得伊朗有答应哈。伊朗来讲说，我可以降低我的浓缩铀，他没有说取消核计划。核计划包括到这个核能发电都算核计划嘛？那只是说我的核子不会去发展核子武器，这个浓缩铀不会去发展武器，所以他说他可以降低浓缩铀。浓缩铀我们大概推估，伊朗现在浓缩铀的浓度大概60%，当然有些说法是到90%了，就是差一步之遥就可以达到这个核子武器的这种等级啊。它降低来讲的话，当然如果降到10%这些那就是纯粹只是做核能发电来使用。可是相对的，伊朗要求美国说我降低我的浓缩铀的比例，那你美国必须要取消对我的这种经济上面的制裁，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双方在这方面有取得共识。那第二点来讲的话，第二点就是要对伊朗限制它的核导弹。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伊朗不太容易可以达成协议的，伊朗也不太容易答应，因为伊朗现在自保的武器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战略导弹跟它的无人机它号称它的导弹射程可以到2000公里，然后数量有到2-3千枚那么多，甚至于它也展示了它5座的地下的这种导弹库，也展示给媒体去拍摄跟参观，还有无人机。那这些是它可以攻击以色列或者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基地的设施可以对他们实施攻击，所以我认为这些导弹对伊朗来讲是保命的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就答应，甚至我认为要答应的可能性是不高那第三个，对于周边的组织伊朗取消对他们的支持，我觉得伊朗现在以他现在经济状况，可能不太容易对周边这些在提供经济上或者是武装上的支持是不太可能的，尤其像叙利亚已经倒台了嘛，这个那另外来讲的话，黎巴嫩真主党大概也被打残了，哈马斯在这边也奄奄一息，其实因为距离太远，功能也不大。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以色列来讲的话，现在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除了说是核武之外，核武平常讲。这个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对它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的导弹因为从去年的6月份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到后来来讲的话，它的拦截导弹库存量已经很明显的降低，它的拦截率也慢慢减低到50%以下所以伊朗如果说现在保有这些这个战略导弹，对以色列这种国土战略纵深狭小，然后土地面积不足的国家来讲的话，对它生存确实是很大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关键在这一点。那现在纳坦雅胡很明显的，他要拖着美国下水借着美国的这种布希跟林肯号2艘的航母战斗群，具有庞大的攻击力，包括除了战机之外也有这个在约旦的这个 F-15E 战机还有各型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来对伊朗发动所谓攻击，一举摧毁掉它的这种导弹设施跟核能设施，然后采取它抢手段，目的在保有以色列自己后续的生存能力。可是我们现在在看就美国川普立场来讲的话，他可能不太愿意开启这场战争，因为他如果说没有把握这一次发动攻击，全部将你这些核导弹，将你这些这个导弹设施全部一次摧毁掉的话，
那它极可能面临残存的导弹，继续可以对你美国这个所谓基地攻击。我想这是美国自己所不愿意承受的。那他目前我不认为他也有这个把握可以一次将伊朗的所有导弹设施一举全部歼灭掉。所以我觉得这次以色列来讲，纳坦雅胡很明显的想要说服川普，可是我觉得川普来讲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虽然说我们看到有2艘航母战斗群可能驶向波斯湾地区，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的作用是在想要借着武力来威慑伊朗能够答应。可是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伊朗这个要他在导弹方面，浓缩铀他可以答应了，已经答应了。可是，在导弹方面要他缩减财政数量，我觉得这点伊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听美国的。那美国要攻击，他也一定会投鼠忌器。所以我现在觉得关键问题卡在这个地方。那看后续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想要把美国一起拖下水。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要等川普会不会点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结果就是军事武器是全部先把它一系列的都拿出来。那刚刚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2艘航母，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了解一下细节。目前伊朗外海的话是林肯号的战斗群已经就位。那华尔街日报说的五角大厦正在派的是布希号打击群会到中东。根据媒体这边的说法，大约是1到2周就可以到达中东了。那么现在除了航母之外，战机的部分也持续来做关心。布希号会搭载60到75架的军机，这当中也包括了有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战机，还有高级鹰眼空中预警机跟海鹰直升机等等。将军刚刚也特别提到的 F-15战机、F-15E 战机也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如果林肯号再加上布希号一起做汇合的话，对于美国中东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军事规模上来说，可以发动什么样子的战争？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等到这个新的就是布希号航母就位，我认为美国就会动手。最主要是谁呢？纳坦雅胡，因为纳坦雅胡是主战。现在呢，川普他做了摇摆，但纳坦雅胡已经去了到了白宫跟川普见面，这是川普上任第7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元首里面到美国访问最多的就是纳坦雅胡了。那这一次他主战主印，那这样的话，那个川普本来也摇摆的，有所瞻前顾后，有所顾忌。现在经过纳坦雅胡一讲之后，我认为动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就是中东的情势，我认为会紧张。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整个态势，因为2个航母打击群，不管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岛也好，还有布希号航母打，这个2个互成战略犄角，2个互成，2个一个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东南方海域阿拉伯海，一个在伊朗的西南方阿拉伯海，你就变成这个伊朗要处处防备，它是有2个方向做进攻，它要换叫伊朗，它面对的4面进攻。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在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在安曼、在卡达、在伊拉克都有驻军，美国的驻军可以从这边这个战机可以出动。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的驻军也好，再加上2艘航母打击群，总共4个方面，伊朗就要应对，伊朗是完全招架不住。这个看得出来。那怎么来打呢？那将来呢，就是由战斧巡弋飞弹先摧毁伊朗2种重要目标，第一个它的关东系统，把它的这个伊朗打瞎，关东系统就没有雷达了，关东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这个地对舰飞弹呢，会威胁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军舰以及航空母舰。所以这2个先摧毁，一摧毁之后，现在美国的战机在陆地上的战机或从2艘航空母舰的战机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时候打它的一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目标，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核武的提炼设施，就是我们讲到的浓缩铀的提炼厂，因为在去年2025年6月的 B2 的幽灵轰炸并没有完全摧毁，所以今年才会要实施这个任务。所以那经过这番，我认为那动武的先后次序呢，我认为还是会由美国先动，以色列在紧接着会跟着动。换句话说，这种外科手术室不进行地面作战，从空中的这种外科手术室去作战，我认为这是美国对伊朗这次动武的作战的模式。
那只看是什么时候启动。我认为启动最佳的时机就是布希号到位了。那这样的护城战略计划变成背靠背，你要去防备这一个，还是要防备这一个？当你防备这个出动；当你防备这个出动。所以战区还有一个中东地区的美军驻军，它的萨德系统，还有 PAC-3 的爱国者3型的防御系统都陆续就位前推了，空中加油机也进驻了，还从欧洲所调派出来的美国的 F-15也进驻了，那更不要说是 F-35到位。所以我们看美国目前的征兵的状况、前推部署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已经是在箭在弦上。我认为川普受到了纳坦雅胡的这种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高了。那本来川普的摇摆的政策可能又回到原来要动武的一种强硬的路线了，要不然他不会征兵，应该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他是继续征兵，我认为他要预计奏效，而不是做我们讲到的滚动式的或者逐次的投入。川普的打法是要一次到位。谢谢将军。好，刚刚张将军也特别帮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战力在双航母上面连结之下，接下来的战力威胁其实是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美军除了这一回出动了双航母跟战机之外，另外我们也来看到，美军现在川普政府正在秘密向伊朗运送6000台的这个星链终端，要在伊朗这个政府压制它的网络之后，把这些星链的终端特别提供给当地的意见人士，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中断之下可以继续保持连接。为什么美军要这么做？是不是有一些弥补的作用？因为在1月份的抗争中，其实伊朗的内部的异议人士死了非常多的人。我们也来看到一个最新统计，光是1月份伊朗全国抗议中已经有至少7000人被捕，而且是被残酷的镇压。美军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聂老师怎么解读？ OK， 我觉得意见人士、异议人士啊，我觉得多少跟我们讲哈，美国在制造情资的时候呢，去煽动，这绝对有关。就像川普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他一直呢，这个不管是语义啊，或者行动上，一直在让这些异议人士呢，能够尽量能反对现代政府，能抗争就抗争。然后呢，也一直说我们的资源就要来到。那么非常清楚的，刚讲 Starlink 这6000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一直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哈，那各位想想，去年6月4号哈，从这加拿大一下跑回了这个美国，然后说要做一个2个礼拜的决定的动作，2天就拿了这个 B2，就带了 GBU57，不就炸了一个这个深土炸弹，就炸了60公尺，可能没有炸到80公尺，所以没有炸到真正的这个核设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好像这个美国就跟这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元首绑架案一样，很容易就这个好像轻而易举的拿到他要的，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这次不太一样，他双航母也去了，各种 F-35各种战机啊，在这个飞上也已经在连布局布阵了。发觉这次伊朗好像不是他想象着这么好的这个去敌对。那么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这个直接直战下去呢，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各位可以看到，这我们讲伊朗是很大的，那它的军事力也不算差。那即便美国当时最强，可能会把你压制，但是它绝对会受伤惨重。那当然科技力也不算差。那么当然，美国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这个情治单位了。那我犹记得啊，当时在炸这个 GBU57之前，各位可以了解，伊朗有非常多其实是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所谓的研究员。什么研究员？就核弹的研究员，甚至这些将领呢，都被怎么样精准瞄射暗杀了。当然有人说是以色列的莫萨德的这个情治单位，当然美国的情治单位也在里面。所以我的重点就是，美国其实它必须善用这一块。我想一路走来，美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只要他要打赢一个仗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用他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用威吓，然后呢围堵，像这次伊朗就是。但他要动下去的时候呢，那他会伤到自己，也会很严重啊，因为对方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一块软石头就帮你砸下去就没了，他一定会反击。所以他现在我刚讲他现在拿着 Starlink， 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异人是能够收到一些讯息，能够反线的政府。因为这个伊朗也知道美国会这样做，所以之前就把这个异人士的这个所有的网络都封锁了。所以美国必须用这个方式，才能够从后面呢再去支援他们，去推动他们去跟现在的政府呢去敌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蛮厉害的。当然，你说是不是弥补1月份的这个死伤？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是啦。但是实际上呢，你说能弥补吗？也弥补不了。我重点就是美国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有办法哈，从内部让它反起来。
最重要就是他必须要支持他敌人的敌人，用他敌人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的想法。今天中东情势来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来自于内线的情报吗？今夜打伊朗。这个消息正式的曝光，我们今天会来做观察。另外，川普已经说了，第2艘的航母已经压境，要来威胁解除伊朗的武装。哈米尼在此刻则是霸气回呛，要展现意志的核弹。现在看起来中东的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的，就是美伊不是上周才完成核谈判，那破裂之后，川普10号的时候，他再次的呛虾，他说呢，在德黑兰，如果你再次的升高威吓的话，我们美国正在考虑要向中东来部署除了林肯号之后的第2艘航母，并且警告说，如果接下来的核谈判协议还是破裂的话，美国我们接下来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手段。美国在军事上也有了准备，随时做备战。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接下来的第2艘航母可能是哪一艘呢？现在有消息指出，可能是驻日的华盛顿号，或者是在美东的布希号。但是呢，这2艘航母到中东时间，可能还是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所以现在也在说，有没有可能是福特号过来呢？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 P8海上巡逻侦察机在这几天擅自的闯进了伊朗的领空。不过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空军强硬的表态了，在政治上面的立场却没有开火做拦截。再来就是我们持续看到美军现在正在强化自己在印度洋的关键轰炸机的基地，并且另外一方面，美军正是透过这一些运输机、货运机，将它的坦克从挪威运送到约旦去了。再来海上。这个是阿利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已经停靠在印度洋的这个港口。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航母还在路上，但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美军侦察机 P8 已经到了伊朗的领空，现在是在威吓谈判，还是实际战前已经开始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准备？委员怎么解读？这是川普很擅长玩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川普其实很擅长的，在谈判之前或者谈判过程当中，都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嘛。所以，如果川普说要动武这句话是真的，他早就动武了。就是他吆喝威胁说要对伊朗动武，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我记得早在我这个节目大概好几个星期以前吧，就已经有来宾预测说今天就会动手了。结果呢，到现在为止还没动手。那么川普还不但还没动手，川普还说要等第2艘航母来的时候，可能再要动手了。那第2艘航母什么时候来也不太清楚。那当然，你说川普用这种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对付伊朗，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因为他真的能动手，他动得了手吗？他经得起动手之后所承受的损失，然后动手之后那个没有办法去收拾的烂摊子，那美国要如何来处理？我觉得这是川普一直在考虑跟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协调究竟是何试战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基础。因为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你委内瑞拉你可以斩首马杜罗，然后把他夫妇带走，然后你就可以找第2号人物接手，然后就成立一个至少相对亲美的政权。所以他可以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委内瑞拉，但是伊朗不是伊朗哈米尼就算被你斩首了，还有第2个哈米尼，还有第3个哈米尼啊。他们有了马杜罗的教训之后，就算是哈米尼革命卫队的这些首领都不会同时聚集在一个地点的。对，所以就算没有了哈米尼，还有他的接班人，没有了那个接班人，还有下个接班人。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神权的政权，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这个神权支持的革命卫队这个不是说复制委内瑞拉的方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要处理伊朗，如果川普真的要动手，他就要有打地面战的准备嘛。我想舰长是军武出身，很清楚啊。你处理伊朗，你不可能轰炸，你就算轰炸把伊朗轰的这个遍体鳞伤，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轰炸了个半死，乌克兰有完全被占领吗？没有啊，他陷入了长期的焦灼战跟阵地战了。所以今天川普如果真的要动手对伊朗是个下重手，靠什么轰炸机，靠什么飞弹驱逐舰，那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就是实打实的地面部队，你要从头开始打到尾，把伊朗占下来，那么你还有可能说真正的结束这场战争，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然后就变成一场泥淖
那就变成美国又要陷入了另外一个这个悲剧当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川普操作的手法哦，看懂的人就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了。川普这个人是吃硬不吃软的，他硬就比他更硬。所以当他那个时候说要打伊朗的时候，伊朗就说我准备了2000枚这个中程跟短程的飞弹，我可以把你整个中东的美军基地，包含你美军的这个盟国，包含以色列，我通通都焦土。他就这样做就够了。他就算消灭了伊朗100万人，美军只要死100人了，这个川普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双方哦彼此的底气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可以鱼死网破，跟你玉石俱焚，你美国行吗？就你美国不用跟我玉石俱焚，你只要焚个1/10，你美国就吃不消了。所以其实你看，从当时川普本来以为说吓一吓伊朗哦，就伊朗可以让步哦，那么或者是这个透过摩萨德、透过 CIA 在伊朗内部的这些长期安插的这些所谓的县民或者这些种子，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哦，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的爆炸、失火这些行为，他就可以把伊朗政权给瓦解掉。但他这个算盘打得太容易了，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伊朗的神权掌控虽然也许不尽得人心哦，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用这种小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当你看到伊朗其实也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之后哦，我是觉得伊朗不会示弱的。所以在这段期间，伊朗的调子从来没有放软过，伊朗还是很高调的在处理美国。对川普谈判只有硬碰硬，川普只尊重强者，谁是强者啊？他就把他当好朋友，比如说习近平啊、普丁啊、金小胖都是川普的好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至今川普仍然是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那确实碰到川普这样子强硬的态度，伊朗同样是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做回应。我们来看到的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位是阿拉奇，他说：伊朗我们虽然无意发展核武，但是我们的原子弹就是对大国说不的一个能力，并且呢，这个原能的首长他们也说了，除非你西方国家愿意解除我们伊朗的金融制裁，我们才有可能考虑要稀释高浓缩铀。那现在伊朗有440公斤的浓缩铀，纯度是大概60%左右，距离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个浓缩铀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一步之遥。到底有多快？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这么的紧张，做极限的施压？接下来的美伊的核谈判有没有可能，因为第2次了嘛，又破裂？舰长怎么看？第一个，我很久以前我认为核战就是核弹哪有那么大的威胁力啊，对不对？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直到在川普1.0上任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他跟金正恩就朝鲜天天2个人对枪来对枪去，那个川普的各种说我要怎么样对他。当时还想说，哇，朝鲜这么小，你那么弱，我不要说美国打你，南韩打你都可以很顺利的把你打完，你怎么敢跟他对呛的？结果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最后怎么样？2个人就川普跟金正恩相拥，还见面，还见2个地方，新加坡见一个，那个停战线那里又见一次。我那时候才开始我知道说，核弹真的很有威慑力。是这么大的强权美国，这么小的北韩他都不敢打，就是因为他有核弹。那为什么他不敢打？因为这个金正恩是真的有可能去丢核弹，你把他消灭，你看他会不会丢核弹？他是那个一个人的就可以决定了。那看完了北韩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比北韩还要更恐怖，这个国家就叫伊朗，因为它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里一群的人是非常相信这些教义的。教义里面，圣经里面有说个世界末日，你知不知道？世界末日，上帝下来，从此人类有1000年的公平正义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很多人相信哦。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把这个伊朗惹火，如果他有核弹，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他丢核弹的意愿会超过北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弹。那你说从60%到90%，其实是一样的技术，它就是一个分离。就像我们在外面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吃那个棉花糖，哗旋转，那些比重不一样就会摔到边边。它那个也是一样，从60到90，就是再也许精密一点、甩得快一点的那个分离机。那我也去查一下说，如果它要快一点，没有任何人阻挡，然后也有人协助它的话，它大概多快可以做到90，你知道？1个礼拜。但是做到90之后，1个礼拜还有距离核弹还有一段时间。核弹你肯定要核爆，你要制作什么东西，各种东西大概要1-2年。是。那为什么伊朗停在60%不动？它为什么不到65%、70%？
因为你再往上走，人家就一定要消灭你，尤其90，我非要消灭你不可。但是60哦，他所充分的表示，你不要惹我，我是具备这个威胁性的。这是一个60停在那里一个很多国家停在6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违规，但是我具备那个威吓的能力，这是他这个。然后至于说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退让哦，我完全认同刚刚委员的意见。我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绝不可能打。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拉美，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拉美，他也认为这是我的半球。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想到的就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伊朗是最正确的？马蜂窝，他有90多万的那种能够拿枪的军人、伊斯兰卫队、警察、保安警察、道德警察，哇塞，有90多万人。这些人你一打他，你想想看，哗就往上跑。尤其他那个圣城旅跟那里所有的那个叫做武装组织，通通有联络，支援他们会散出去。是。所以他不会去打他。那你说会不会退让？我觉得他一定会退让。只是这个退让你要记住，不代表说我就把所有销毁哦。你如何监控我？他会谈出一个结果。好比说，你根本派人来这里看着我，绝对不准超过60或什么的，或者60你给他销毁一部分怎么样的？那个所谓的退让，不代表说他完全销毁，而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不会打仗。这是我的猜测。好，舰长认为是不会打仗，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伊朗就是僵持在那边。那有这样子僵持的局面，其实现在最紧张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了。纳坦雅胡现在呢，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自己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于川普的政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心，原因是他很怕川普啊，从本来是对伊朗很强悍的，转为之后会做有限制的核谈判。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认为是对以色列不利的。等一下，请华干哥来带我们看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单独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如果真的发生，伊朗有没有可能再以弹道飞弹来报复以色列本土？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呢，在一个加密预测平台，这个叫做 Poly Markets， 有一个可疑的账户哦，最新在这几天押注了10万美元，预测美国将会在今晚攻击伊朗，如果成真，报酬高达400万美元，引发外界质疑说，这个人这个账户有没有可能有得到什么内线的内幕？好，干哥怎么看？对啊，当然嘛，加密货币预测市场平台，一听你就觉得说，哦，好未来，好先进哦，对不对？他说，来，请下注，每个人对不起，进入门槛是10万美金，但是如果一旦能够真的照你的预测，美国在不管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他给一个时间，真的如你所言，美军出动的话，你可以得到400万美金的报偿，40倍哎！我跟你讲，很多就是这些 hacker 他们都跃跃欲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内线消息，或者是一些观察，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你知道，其实老实讲一句，像这样子的这些加密货币平台，它在跟国务院或者是说。美国的就是华府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某一种程度上的消息，就端赖川普什么时候下命令。所以老实讲一句，这就是豪赌。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虚拟实践，变成真的拿出来赌了，你知道？我补一句，刚刚上一次美国公股的流量，你知道一样赌，有人赌赢了，有一个，你说真的，也是大笔的，上次也是就是几万美金，那也是在他的，也是在那上次有赌一次，有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上面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赌，我不晓得是不是加密货币，就是有人也是一样，除了以前赌大赚一笔，那时候还说要去查这个人是不是有内线。像舰长讲，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你知道为什么吗？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引起社群平台上面的什么，去加码，去干嘛？去按赞啊，去点阅啊。这老实讲一句，这就是一种你对于全球的意外啊、灾难啊、国际冲突局势的紧张的那种关注度的话，老实讲一句，对于像这些平台，或者甚至对于加密货币，它都是有良性的帮助。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战争，委员刚刚也讲了，这个你没有派兵去要怎么打？其实我讲句实在话我到现在还在揣测美国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现在我们看一个重点，已经把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地方，迪耶戈加西亚大家要知道，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
大概平常人不会去的地方嘛，它非常偏僻荒凉，但是那里有其强大无比的军事基地，是啊，它本来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岛，然后它这个岛呢，我跟你讲，美国跟它租借，然后上面放的都是 B-52轰炸机，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打到伊朗最近的基地。当然你说我们还有在卡达的基地，对不对？可是卡达的基地你摆上任何东西都很惹眼，但是在迪耶戈加西亚，它有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B-2 进驻到迪耶戈加西亚，飞到伊朗大约是3000公里，但是中途会有10次的加油，就是由加油机。迪耶戈加西亚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加油机队，美国打仗是这样的，全球打的。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已经部署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以及加油机和 B-2 轰炸机去的话，那他势必会去做一些类似像惩罚性的行动。但是这里面最紧张的还是谁？还是尼坦雅胡？为什么？因为尼坦雅胡从去年6月那12天的战争之后啊，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说他所受到的，就是内阁的训令，就是说你一定要先鼓动美国出击。为什么？美国如果不动的话，那对不起，我们一定要打。我们自己打。以色列本身有没有办法打？有，它可以从哪里？它可以从特拉维夫的空军基地，像1985年的巴比伦行动一样，奔袭1000公里去打伊拉克的核设施。记住，那时候是伊拉克，现在是要打伊朗，那更远了，2000公里了。对，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靠加油机来做。但是你所经过的空域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非常危险。对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成功？尼坦雅胡就会赌这一把。如果美国你再不动的话，我自己干了。我自己干是什么时候？除非你美国跟这个伊朗的确谈好了，伊朗说好，我听，60%就好，我现在就真的不会再往前进的，派人来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尼坦雅胡才会相信。不过我觉得很难的。外界其实之所以这么在意这个加密货币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家族过去就是经营加密货币的。川普的2儿子就是投入了加密货币的公司，包含最近一个最大的新闻，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国家负责情报的这个头子所掌管的国家主权基金，早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就投资了一大笔钱进入他们的加密货币公司了。所以当然大家一看到这个平台做这样的对赌的时候，就会认为说它有其可信。甚至有泄密的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动手不无可能的原因是说，你要看什么叫动手啊？动手是地面部队从现在就开始打了，就开始从边界登陆开始一起往前推，还是轰炸机炸一炸，飞弹射几枚战斧过去叫做动手？这很难讲哎。如果说只要有动手就算动手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了。这个能够得到内线消息的人仍然可以大赚一笔。而且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也很符合川普的极限施压。他说你以为我不敢动吗？我现在就先射你20枚这个战斧飞弹，让你看看厉害，然后接下来再来谈。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会动手？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只是说到底是动什么手，动多大的手而已。